Hello，大家好，我是鹏鹏老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关于还没有被满足的期待。其实每个人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解决着这些还没有被满足的期待，或者这样子说，我们都在处理我们的期待。我们很多人每时每刻每天都有很多的期待，而大大小小的期待有的被满足，有的没有被满足。那今天想谈一下呢，就是如果没有被满足的期待怎样呢？比如很简单，我现在要去吃一家很好吃的拉面，然后我去到的时候，他店没有开，那我会怎样呢？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就会因此而发很大的脾气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开？我走了很久的路才特地来的然后可能他又有不同的情绪，比如失望愤怒伤心这些的不同情绪都会涌上来。比如他可能就愤怒，他生气自己。为什么我不先打电话来？如果他旁边有一个他的亲爱的他会说为什么你没有打电话来为什么你没有去查清楚等等之类的。如果是别人带他去的话，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情绪来的比较强烈，通常都是在这些期待而没有被满足的期待。 OK，所以呢，今天我想大家来做这个功课，来了解一下，当你在日常生活，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期待你是如何的去满足它，而如果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是如何处理它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是我有这个期待，我通常是怎样去满足呢？第一个部分就是可能你说打电话叫朋友帮我去完成这件事情可能我是做其他的一些小动作让人家来到去满足我。比如我剪了一个很好看的头发，那天我就去上班，然后很多的同事都没有看到，那我特地在他们面前做这些小动作拨头发弄头发然后问一下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可能会做这些小动作来让人家来发现我，满足我们的期待。比如我很想那个人不离开我然后但是他就离开了我，那这是一个的失望，也是失望。有时候可以和那个的失去这个的感受失落的感受很连结的比如亲人死了，也是一种的失落，也是一种的失去loss。 所以呢，这个是人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常常做辅导我都遇到一些的案主，他们都会说很伤心因为和别人吵架，或者老婆没有满足到他，或者老公没有满足到他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期待着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期待。比如讲爱情爱情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要找另外一个人？就是有些的部分我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我想别人来满足我，那所以呢，我就有理所当然的一个的期待，你应该对我好，情人节应该送礼物等等的东西，但是对方没有做到，或者对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的浪漫，想象的那种的方式来满足你的爱，那可能就有很多的小动作出现可能洗碗比较大力可能关门比较大力等等的这些笑话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人生的一大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谈一下这个两个方面刚才讲了第一个方面你要做的功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当你如果你满足不了了，别人也满足不了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通常会做什么？放弃，
或者是你想找其他人来满足你，或者是怎样，你好好的用1-2天的时间去留意自己，或者去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通常我们有5个的比较健康的方法。好，我现在略略的来讲一下。第一个，当我们没有被满足期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放下。我们放下，但是我们放下了之后呢，我们接纳，我是有失落的，好，我可以接纳自己不开心的，好，这是比较健康的。第二个就是找一个的探索一个新的方法来满足它，比如我去吃那家的拉面，但是它没有开，那附近有没有其他的食物呢？或者有第二好的食物？你觉得第一家最好的就是这个拉面是5星的然后可以去找4星的来满足吗？好，所以去探索有没有其他方法来满足你这个的期待。好，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我放不下。好，比如你就想那个某某人来爱你，但是他就是不爱你啊。然后有一个人安慰你说，不然你找另外一个人来爱你。我不要，我就是要他来爱我。第三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好，我不要，你不要放下，你也不要找其他的方法，然后你就要问一问，你继续的这样子选择他来爱你，可能你需要等待，可能你需要等等的，不知道你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在，然后我们问一下说，好，我不要放下，那我要坚持，那你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当我们有这个过程，内在在思考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的变化，我们内在开始有变化，更加的客观和理性，或正面的来面对，实际一点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就是要回想一下，要问问自己内在，到底你真正需要的什么？那这个就是在冰山里面的渴望的层面，我们要回到去冰山的渴望的层面，渴望比如是爱肯定自由包容被看见等等的这些，每个人都需要的渴望。所以渴望是没有对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这种的渴望。那你第一、第二、第三，第一、第二就是第一就放下，第二就是找其他方法来满足，第三就是放不下，然后我们就要去到渴望的部分，看看到底那个人或这件事情已经满足不到你，到底他在满足你什么？比如他满足你的自由，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满足呢？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种的直接去到解决，而是你这个过程，你内在发生的这个寻找渴望的过程。可能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想得到对方的爱，其实不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的渴望的部分，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之后呢，可能真的不是，可能需要的而只是尊重，而不是爱。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如果发现我们以为是爱，然后去到渴望的层面，觉得原来是尊重，我需要被尊重，那被尊重的需要，我们就会立刻的想如何去满足它，或者有其他的这种创意，其他的方法，很快的就被满足。那你这个示弱，这个不被满足的期待呢，很快就被解决了。那第5个呢，就是实际的去满足它。什么叫实际的去满足它？找出实际可行的方法，而不是一些的幻想。好，我不要放弃，我就是要它，但是我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方法能够行的呢？就是做了第3和第4。第3就是做了一些的思考，我们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后第4就是我们已经了解过
我们的这些渴望的真正的渴望的部分，然后我们就要去到实际能够完成的。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想别人来满足他，其实满足不了。就算别人真的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来满足他，但是他还觉得不够，好像不被满足一样。可能我们就是有一些的非理性的思想，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幻想，可能就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比如我们讲的贪婪，比如我们讲的完美主义。什么叫完美？没有完美的，完美就已经死了。死了的意思是说，它不会再有更好的，所以不追求完美才会有继续的更好。所以当你追求一个完美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而所以呢，在一个完美主义思想活着的人呢，他常常都有这个很大的问题，常常觉得不开心失落，然后不被满足然后所以这个呢就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要去到一种实际的状态，怎样才叫做好？怎样才叫做更好？如果你要完美，怎样才叫完美？慢慢他就会发现原来没有，这是幻想。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更好，而今天比昨天更好，就已经可以庆祝和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比昨天更好不是说要完美的一天所以透过这5个的不同的部分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星期六的课程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来讲的这5个部分，教大家如何能够完成，如何能够做，甚至我们在星期六的课程我们一起来练习。可能有些人就预备可以分享你一些的还没有被满足的期待，一直耿耿于怀，那我们就可以帮你去尝试透过这些的方法，让你能够释怀，让你能够释放，好不好？那我们星期六见咯，拜拜。